和冰山总裁隐婚3年，为了让我能一直围着他转，他便甩给我做不完的工作，带头打压我，将我唯一晋升的机会拱手让给他的青梅竹马。项目组的同事更是因此觉得我是个累赘，对我百般排挤孤立。可我却在竹马向他汇报时，听到了他悄悄用没人知道的俄语小声说出的真心话。啊呀呀，这下头难烦不烦啊？老公认真工作的样子那么帅，万一让别的女人看到了怎么办？不行，老公是我一个人的，我得让他写3万字检讨来办公室念给我听。我顿时气笑了，当众将离婚协议书甩在他的桌上，用8级俄语冷声道：“沈总，游戏结束了，我们离婚吧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办公室里静悄悄的，沈秋月趴在桌上，显然是睡着了。我放轻脚步，走到他身边，脱下自己身上的外套，轻轻盖在他身上，生怕惊扰了他的美梦。3年了，为了不影响公司业务，我和沈秋月一直保持隐婚，甚至连结婚纪念日也不敢公开庆祝。今天又是我们3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不过他似乎又因为工作忘记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将准备好的礼物轻轻放在桌上，正准备离开时，沈秋月却醒了。她看到自己身上的外套，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感激，反倒是将外套一把扯下，冷冷地扔在桌上。苏哲，谁允许你随便进我办公室的？他语气冰冷，仿佛我是个犯了错的下属。我看了紧闭的大门，无奈解释道：“老婆，你睡着了，我怕你着凉。”可不等我说完，沈秋月便厉声打断我：“谁是你老婆？这是公司，不是在家。别忘了我们婚前的协议，在公司里，你必须装作不认识我，否则就净身出户。”我知道，我苦笑。这句威胁的话，我已经听了3年。沈秋月似乎很满意我的识趣，冷哼道：“哼，你知道就好。”可下一秒，他却悄悄扭过头，脸色微红，小声用俄语嘀咕了一句：“啊呀呀，老公好贴心，外套好暖和，还有一股安心的味道，丝哈好好闻。”我当然听得懂，但为了避免尴尬，我还是故作疑惑地问道：“沈总，你说什么？”闻言，沈秋月立刻恢复了冰山总裁的姿态，冷声道：“没什么，注意你的言行举止，下不为例。”他说完，这才注意到我放在桌上的礼物盒。这是什么？他语气依旧冰冷，但眼神却忍不住偷偷瞟了一眼。不喜欢吗？我淡淡地说，心里却有些苦涩。谁说我不喜欢？沈秋月下意识地反驳，下一秒又立刻改口：“哼，你以为这些小把戏有用吗？公司花钱雇你是来工作的，不是让你来拍马屁的。与其有这个时间，还不如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。”可话音未落，他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，却暴露了他真实的情绪。啊呀，老公送的手链好好看，好想发朋友圈告诉全世界。不过老公的认真工作的侧颜，就是对我最好的礼物呀。比如礼物，我好想和老公贴贴。我看着他孩子气般的举动，最终还是没有挑明，默默转身走出了办公室。刚走到门口，就看到项目主管齐思明端着咖啡走了过来。苏哲，秋月又在为难你了吧？你也别往心里去，我跟他一起长大的，太了解他这个人了。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我去劝劝他。他一脸我懂的表情，语气里却带着一丝幸灾乐祸。说完，他便径直走进办公室。秋月，怎么又生气了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很快，原本严肃的办公室便传出阵阵谈笑声。我站在门外，
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，沉甸甸的。半晌，我回到自己的工位，默默拉开抽屉，里面躺着一枚男士戒指，那是我和沈秋月结婚时买的对戒，我一直珍藏着3年了。他时常吐露真心的俄语，其实我一直听得懂，我也知道他很爱我，但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爱。沈秋月，这个我从小就认识的女孩，曾经是那么的活泼开朗，像个小尾巴一样，整天跟在我的身后。可是，自从10年前她的父母离异，她被送到国外生活后，再次见面，她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。她就像戴上了一副面具，只有偶尔用俄语才会流露出真实的自己。只是害怕我离开，她便不允许任何异性靠近我。为了把我牢牢地绑在身边，她更是不惜用尽一切手段，给我安排各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让我成为公司里最累、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个，甚至被所有人排挤孤立。3年了，别说是一个朋友，哪怕是部门团建，都没有人愿意通知我。可我越是被孤立，沈秋月就越满意，沉浸在自己过家家般的游戏里，享受着我围着他打转的感觉。可现在，我受够了这一切，准备结束这场闹剧。也许离开沈秋月，我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。想到这里，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封早就写好的辞职邮件，默默地按下了定时发送。发完辞职邮件后，我整个人像是解脱般长出一口气。明天等人事处理完流程，我就可以交接离职了，彻底逃离这个漩涡。可下一刻，齐思明却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故作热情地搂住我的肩膀，脸上堆满了虚伪的笑容。苏哲，今天沈总心情好，请大家聚餐，你也一起来吧。我微微皱眉，不着痕迹地躲开他的触碰。不用了，我还有点事。齐思明不由分说地打断我的话，还故意提高了音量，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邀请了我一样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就一起吧，人多热闹，大家都是同事嘛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明明就是想在沈秋月和一众同事面前假装大度，还装得有多好心似的。但凡我要是拒绝，等会儿聚餐上，指不定又有不少人要在背后揶揄我，说我给脸不要脸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想着最后一顿了，不吃白不吃，就当是这3年来他对我的补偿吧。结果到了餐厅，齐思明就自来熟的就坐在了沈秋月旁边，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。周围的同事见状，顿时起哄起来：哟，齐主管和沈总这是有情况啊！哎呀，我早就觉得齐主管和沈总郎才女貌，说是天作之合也不过分啊。闻言，齐思明故作害羞地笑了笑，摆摆手说道：嗨，别乱说，我和秋月只是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而已。我心里顿时冷笑一声，青梅竹马，骗鬼呢吧？他分明就是故意在所有人面前炫耀自己和沈秋月的关系，这样所有人都得巴结他，想让他在沈秋月面前美言几句。靠着这招，齐思明早就不知道骗了多少刚毕业的小姑娘。果不其然，沈秋月也心知肚明，在一旁小声用俄语抱怨着，语气中充满了嫌弃。大无语，这个下头男能不能滚远点，别和我套近乎了？我老公要是觉得我3心2意怎么办？哎呀呀，他怎么还舔个臭脸坐我旁边？我只要想和老公贴贴呀！闻言，我对上沈秋月的目光，她却冷冰冰地白了我一眼。我顿时感到一阵无语，这个女人还真是口是心非。我正准备找个角落离她远远的，却突然发现所有的位置都坐满了，唯独没有我的位置。见状，齐思明突然站起身，
指着自己的位置说道：“苏哲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先坐这吧。之前团建都没你，习惯了，忘记给你加个位置了。我去再搬个椅子就好。”他这番话看似体贴，实则暗藏讥讽，故意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。果然，周围的同事顿时议论纷纷，对我冷眼相向。他什么级别？怎么好意思坐沈总旁边呢？就是啊，一个累赘、拖公司后腿的玩意，也好意思舔着脸来蹭饭。看着他那张臭脸，真是倒胃口。我眉头紧锁，强忍着心中的怒火，正要开口，一旁的沈秋月却气不打一处来，用俄语小声地骂道：“啊呀呀，几个小贱人，明天就扣光你们绩效，居然敢这么说我老公！”我不由一愣，以为他终于要替我说话了，可下一刻，他却看向我，冷声道：“苏哲，你自己没长腿吗？想吃就自己去加把椅子。”我的心瞬间跌落谷底。他又这样，可我已经受够了这种欲拒还迎、口是心非的游戏。我猛地站起来，失望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转身就走。身后同事们看着我离开，还在冷嘲热讽，丝毫没注意到脸色铁青的沈秋月。切，走就走，黑着张脸吓唬谁呢？一看就是情绪不稳定的疯子。就是，沈总让他搬个椅子，他还急眼破防了，还不如开除了算了。而沈秋月看着我离开，也只是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也没有说，什么也没有做。或许在他看来，我也不过是发神经吧。我头也不回地走出餐厅，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火车站附近的宾馆。开好房间，我一头倒在床上，疲惫感瞬间席卷全身。3年了，我像个傻子一样围着他转，为他付出一切，到头来却换来这样的结果。我以为我对他来说是特殊的，至少在他心里，我应该比齐思明那个伪君子重要。可我错了，在他眼里，我可能连个屁都不是。嘴上再怎么说爱我，行动上却整整3年都不敢承认我们的关系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结婚戒指。那时候，他站在婚礼的舞台上，笑得很开心，眼睛里仿佛闪烁着星光。可现在，那星光早已暗淡，取而代之的是我看不懂的犹豫和闪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索性将戒指扔进了垃圾桶。从今以后，我放过他，也放过自己。直到第2天一早，我才被手机铃声吵醒。果不其然，一连串的未接电话全是沈秋月打来的。苏哲，你一声不吭就辞职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有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回家？赶紧回来，给我把话说清楚。我冷笑一声，滚回去。回去看他和齐思明卿卿我我吗？闻言，我直接将手机扔在床上，慢慢悠悠地洗漱完，才去公司准备办离职交接。一进会议室，一股低气压扑面而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我，像是在看一个即将被处决的犯人。沈秋月坐在会议桌的主位，脸色铁青，手里握着一个玻璃杯，骨节分明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看到我进来，他猛地将手中的杯子狠狠地砸在地上，砰的一声，玻璃碎片四溅，水花飞溅到我的裤脚，冰凉刺骨。沈秋月怒不可遏地咆哮道：“苏哲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谁给你的权利一声不吭就辞职？你把公司当成什么了？”说罢，他才注意到扎在我小腿上的玻璃碎片，低声用俄语自言自语道：“完了完了，演过头了，老公不会以为我是个母老虎吧？”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慌乱和担忧，似乎真的担心我会生气。可我只觉得心累，那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，
如今却成了他过家家演戏的牺牲品。一旁，齐思明也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，开口道：“苏哲，不是我说你，沈总平时对你那么照顾，你怎么能辜负他的好意呢？沈总那是为了栽培你，磨砺你，你根本不懂。”我看着他虚伪的嘴脸，只觉得恶心至极。不等他说完，便冷声打断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……”齐思明被我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，像只纸老虎般，一时间语塞。沈秋月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落了齐思明的面子，顿时更加生气了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苏哲，你太过分了！齐思明是公司的大功臣，你赶紧给他道歉。”闻言，我却打断他的话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他是功臣，3年了，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？沈秋月，你心知肚明。我为了你，放弃了我的梦想，放弃了我的尊严，甚至放弃了我自己。到头来，在你眼里，我连一个屁都不是。”我说完，转身就走。周围的同事们都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，窃窃私语，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嘲讽。这小子迟早要完蛋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居然敢跟沈总叫板，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也不看看是谁在背后默默付出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了。这下好了，得罪了沈总，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在行业里混下去。听着周围人的嘲讽，沈秋月顿时气得直咬牙，小声用俄语道：“啊呀呀，都怪这些墙头草，把我老公都得气跑了。回头这些人都开了，居然敢骂我老公。”见我要走，沈秋月连忙追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焦急道：“苏哲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”可正说着，沈秋月突然像是摸到了什么，赶忙看向我的无名指，语气急促地问道：“苏哲，你手上的戒指呢？”直到此刻，他这才注意到我的无名指上早已空空如也。闻言，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用他引以为傲的俄语一字一句道：“我已经扔了。沈秋月，游戏结束了，我们离婚吧。”闻言，沈秋月顿时愣住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外星人一样。你刚才说什么？”他结结巴巴地问道，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疑惑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再次用标准的俄语重复了一遍：“我说，我扔了，我们离婚吧。”沈秋月每一个字都像是冰锥一样，狠狠地刺入了他的心脏。沈秋月彻底傻眼了，他甚至忘记了用俄语跟我说话，直接用汉语质问道：“你听得懂俄语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我看着沈秋月惊慌失措的模样，心中不由冷笑一声。直到现在，沈秋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还在一味地责问我。我面无表情地解释道：“小时候跟你玩，听不懂你嘴里的语言，我特意找人学的。之后你转学走了，就一直没机会告诉你。”闻言，沈秋月羞红了脸，似乎很高兴的样子。只见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我打断了。“沈秋月，别演了，3年了，你累不累？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厌恶。沈秋月突然愣住了，似乎有些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索性直接摊牌，语气里充满了嘲讽：“从一开始，你就把我当成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，你觉得很有意思吗？你以为我离不开你吗？你以为我会一直忍受你的冷暴力和无视吗？”我步步紧逼，语气冰冷：“沈秋月，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了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”沈秋月脸色一白，他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“苏哲，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我决绝的眼神逼退了。“离婚协议书我会让人尽快拟好，
希望你能配合。”一时间，整个会议室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我，仿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不知道是谁先反应过来，发出了一声惊呼，打破了会议室里诡异的寂静。什么？苏哲和沈总是夫妻？天啊，我没听错吧？苏哲居然是沈总的老……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这小子隐藏的也太深了吧！居然是沈总的老公！一时间，会议室里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、怀疑和难以置信。齐思明也愣住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沈秋月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他突然大声吼道，像是疯了一样：“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沈秋月怎么会嫁给这种人？这绝对不可能！”他指着我，歇斯底里地咆哮道：“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？就你这样，还想娶沈秋月？你做梦去吧！就算沈秋月要找老公，也只会找我这样优秀的男人。你算什么东西？”他指着自己的鼻子，一脸的傲慢和自信。啪！下一刻，一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。齐思明不可置信地捂着脸，转身看向沈秋月。齐思明捂着脸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活像见了鬼。“秋月，你打我！”他声音颤抖，仿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沈秋月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厌恶和冷漠。“齐思明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和谁结婚是我的事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”他说完，看也不看齐思明一眼，转身追着我离开了会议室，只留下齐思明一个人站在原地，脸色铁青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愤怒。周围的同事们也一个个石化当场，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我没看错吧？沈总居然打了齐思明！我的天，为了苏哲，这也太护肤了吧！看来苏哲真是沈总老公无疑了。这年头，演戏都不带这么逼真的。这苏哲平时看着闷声不吭的，没想到居然是深藏不露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这一下，咱们公司可有的热闹了。我懒得理会这些人的议论纷纷，加快脚步，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“老公，你别走！”身后，沈秋月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慌乱和祈求。这是她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叫我老公。如果换做以前，我肯定高兴得找不着北。可是现在，我只觉得讽刺以及深深的疲惫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。“沈秋月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没有珍惜，看我去意已决。”沈秋月慌了，拼命地想要解释，可是我已经不想再听了。“不是的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不等他说完，我便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就走。“尽快签字吧，不然我们就只能法庭上见了。”眼看我劝不动，沈秋月在我身后大喊道：“苏哲，你站住！你别忘了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可是签过协议的。你要是敢离婚，可是要净身出户的。”闻言，我脚步一顿，回头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“我无所谓，只要能离开你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，留下沈秋月一个人站在原地，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。之后，我删除了沈秋月所有的联系方式，打算彻底斩断和他的过去。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，不知不觉走到了我们以前经常去的那家咖啡店。店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温馨而舒适。可惜物是人非，我的心也已经不再是当初那颗热忱而充满希望的心了。我点了一杯最苦的浓缩咖啡，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，却比不上我此刻内心的苦涩。
曾经的沈秋月是多么的率真可爱，可是这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变成了我最不愿记起的回忆。我一口喝完咖啡，离开了这家承载着我和沈秋月太多回忆的咖啡店，回到宾馆，准备收拾东西离开这个城市。就在我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出门的时候，房间的门突然被人敲响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打开门，果然是沈秋月，她双眼通红，脸上还带着泪痕，显然是哭过。不等我开口问她想干什么，沈秋月就猛地扑进我的怀里，紧紧地抱住我，然后用力把我推倒在床上。下一刻，沈秋月整个人都压在了我的身上，她就这样与我面对面，近在咫尺。我能清晰地看到她眼角的泪痕，以及眼中闪烁的泪光。柔软的触感透过薄薄的衬衫传递过来，我的心跳却骤然加速。可我不是因为心动，而是因为抗拒。现在哪怕只是一点触碰，我都会生理性的觉得恶心。苏哲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，还有一种压抑的委屈。可我只觉得可笑，明明是他做错了，居然还有脸向我兴师问罪，甚至自己还委屈上了。一时间，我只觉得无语，一言不发地看着他。眼看我不说话，沈秋月像是不信邪般再次向我质问道：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，难道都是骗我的吗？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质问，更多的是一种祈求。不等我开口，沈秋月就想要更靠近我，想要紧紧地抱住我，就像我们曾经无数次拥抱的那样。但我却本能的抗拒，用力地将他推开。你干什么？我的语气冰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沈秋月被我推开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楚楚可怜。为什么？你这3年不是一直想要我的身子吗？你闹脾气，不就是想让我给你身子吗？我现在主动给你，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他哭着质问我，语气中充满了委屈和不解。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，一阵刺痛。是啊，结婚3年，为了满足他那大小姐般的脾气，我对他听之任之，从没有勉强过他一次。可现在，即使他站在我面前，扑在我的怀里，我也提不起丝毫的兴趣和欲望。我明白，我已经不爱他了。我对上他那楚楚可怜的眼眸，冷冷地开口，语气不容置疑：我们已经要离婚了，沈总，请你自重。沈秋月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，眼神中充满了受伤和难以置信。你难道不爱我了吗？明明你昨天还还给了我礼物。他的声音颤抖着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崩溃。而我并没有心生怜悯，只是淡淡开口道：因为我对你没有感情了。沈秋月，接受现实吧。闻言，沈秋月猛地摇头，泪水再次决堤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骗我的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说呀，我给你就是了。我直勾勾地看着他，眼神冰冷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我只想你赶紧和我离婚，获得解脱。想到这里，我从口袋里掏出离婚协议书，扔在他的面前。沈秋月，签字吧，签完字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骗子！看到我手上的离婚协议书，沈秋月突然歇斯底里的大喊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，一颗颗砸在我的手背上，灼热滚烫。你就是个大骗子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明明那么爱我，为什么要和我离婚？他猛地抓住我的衣领，哭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要将我看穿，甚至一度哭得肩膀颤抖，声音嘶哑，却依然掩盖不住语气中的绝望和悲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
用力地掰开他的手，语气平静得近乎冷酷。沈秋月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？沈秋月的情绪彻底崩溃，她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你知不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我每天都在担心你会离开我，担心你会爱上别人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听得懂俄语？你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他猛地抬起头，泪眼朦胧地看着我，语气中充满了受伤和难以置信。我看着他崩溃的模样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半晌，我缓缓开口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疲惫。沈秋月，你的爱太极端了，你总是自以为是地为我付出，却从来不问问我到底想要什么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连公开我们婚姻的勇气都没有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爱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着。沈秋月顿时愣住了，他呆呆地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无措。他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见状，答案我早已了然于心。说到底，究竟是谁一开始在骗人呢？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转身想要离开。沈秋月猛地扑过来，从背后紧紧地抱住我，语气中充满了慌乱和祈求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真心。我害怕你会离开我。他将脸埋在我的背上，声音颤抖着说着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地掰开他的手，转过身，看着他哭红的双眼，语气中充满了失望和疲惫。所以你就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折磨我吗？沈秋月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吗？听着我的宣泄，沈秋月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泪水再次决堤。我看着他狼狈的模样，心中却没有一丝波澜。再见，沈秋月。我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。这之后，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，去了海边的城市。我以为逃离了他，就能逃离那段失败的婚姻，逃离那段难以言说的回忆。我甚至连手机号都换了，买了去另一个城市的机票，想重新开始。1周后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，刚想点个外卖时，一打开门，却闻到一股熟悉的饭菜香。餐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菜肴，色香味俱全，却让我感到一阵窒息。只见沈秋月系着围裙，像个没事人一样从厨房里走出来，脸上带着一抹小心翼翼的笑容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你肯定饿了吧？快洗手吃饭。我专门从网上学了几个拿手好菜，可我并没有接过话茬，而是冷冷地看着他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沈秋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身体微微一颤，眼神闪烁，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转移话题道：老公，你先吃饭吧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他走到我身边，伸手想帮我脱外套，却被我侧身躲开。沈小姐，请你自重，我不是你的老公，我有手有脚，自己来就好。我语气冰冷，带着毫不掩饰的疏离。沈秋月的手将在半空中尴尬地收了回去。我走到餐桌前，看着满桌的菜，却一点胃口都没有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喜欢吃这些？沈秋月小心翼翼地问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安。我冷着脸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，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，眼神里充满了无助和慌乱。我做白灼大虾和波龙，还有清蒸鱼。你上班肯定辛苦了，赶紧多补补吧。他低声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祈求。
可我看着桌上的饭菜，突然冷笑一声：“沈秋月，结婚3年了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对海鲜过敏吗？”沈秋月顿时愣住了，手里的动作僵硬，眼神慌乱地闪烁着。你不是最喜欢吃清蒸鱼了吗？他声音颤抖，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置信。我冷笑一声，将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，目光锐利地盯着他。沈秋月，3年了，你真的了解我吗？我从来不爱吃海鲜，那只是你喜欢的口味罢了。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手中的盘子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摔成碎片。对不起，阿哲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海鲜过敏，我只是想补偿一下你。对了，你肯定饿坏了，我现在就给你点外卖好不好？鱼香肉丝、糖醋里脊还是尖椒？我看着沈秋月惊慌失措的模样，更多的却是麻木。3年了，他似乎今天才第一次认识我一般。3年的夫妻做到这个份上，只能说是失败至极。我看着沈秋月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不肯认清现实，眉头一皱，直接拉住了他想要重新下单的手，将他按在墙上，冷声警告道：“认清现实吧，沈秋月，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。”他不可置信地抬起头，眼眶瞬间红了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不是的，我打断他的话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习惯性的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，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，却从来不关心我的真实感受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解释，却发现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够了，沈秋月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你离开我家。他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，一颗颗砸在地上。他哭着抓住我的衣角，声音嘶哑：“不，阿哲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”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将他的手一根一根地掰开。一切都晚了，沈秋月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未来了。我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他瘫坐在地上，绝望地看着我，仿佛失去了全世界。我转身离开，没有丝毫留恋。我知道，我必须离开他，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。后来，我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事业。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最终取得了成功。在这期间，我更是遇到了一个真正理解我、支持我的女人。我们组建了新的家庭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而沈秋月就像一阵风，从我的生命中呼啸而过，只留下一片狼藉。直到我甚至记不清她在我记忆里的模样时，我知道一切都彻底过去了。迎接我的将会是崭新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